这个我们自给率1%好不容易突破了哈。那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我们希望能够达到5%。不过对我来讲，我觉得5%这个只是一个数字哈。我们在意的应该不是这个数字的提升，而是它背后的含义。它的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背后的含义是在这一条链上面住很多人。那当这个万物都具备了以后呢，这个各项的这个政策配套也好，产业的发展也好，原料也好啊，都聚集而成的时候，那这时候啊，我们不用再去担心自给率能不能够提升，它自然而然就会提升了。不过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就如同现在这张这个简报上面所看到的，我们来自各国的这个世界上各国的木材到台湾，那当然呢，这个进口量大概超过90% 以上。那这对我们国内到底造成了什么样子的风险？我举一个例子过去几年我们受到疫情的影响，那疫情的影响，我们的木材进口都是坐船，不是坐飞机啊。那坐船的时候啊，那时候在抢船，在抢货运。那这时候如果没有原料进来到台湾，我们国内的原料就缺乏了，就缺少了。那再举一个例子，当时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合板产业，那合板产业它用的这个原料来自马来西亚的这个纽西兰的这个放射松比较多，那这个材料没有办法进来到台湾，我们的合板产业的这个旋切的单板的原料就减少了，那这个也会对我们的产业造成影响。刚刚第一个对我们的制材业，第二个对我们的合板业，对，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二次加工。我们现在国内啊，木质地板很这个流行嘛，是。那在前一阵子，或许大家都有听过说，复合的木质地板好像会长虫，会有虫害的发生。是。不过这时候我们跟国外去反映的时候啊，我们的业者跟国外反映的时候，这国外的业者其实两手一摊，这是没有办法。那因为我们是需求国家嘛，它就是进口原料给你，他进口原料给我们，那我们这个碰到的问题，其实他如果不解决，我们业者也没有办法。那所幸我们的业者大家也都很有经验，然后去做相关的处理。所以这些要讲什么事情，就是当我们手上没有相对应的原料，我们说木材是一个战略的物资，其实就是这个概念。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原料，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反映一些事情。好，那就像现在这边看到的，我记得我在看最近的这个资料啊，马来西亚的木材从我念书2003年到现在，是进口量从72%，现在2021年大概只剩下10% 而已，所以原料的在改变。所以这对我们的制材业者来说，他的这个制材的这个经验、制材的技术、制材的这个要拿捏的这个容许量，可能也会跟着改变。我们用的木材的这个熟悉度也会跟着改变。